第37章道理。吃海鲜、喝酒、猜拳，老黄都厉害得很，一看就是江湖套路。我对猜拳本来不太擅长，所以基本是招架不住。我喝得醉醺醺，他就特别高兴，一个劲儿的跟老谢说这个老弟人不错。我其实头脑还是清醒的，我喝酒脸红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醉了，但是一旦连续作战，我一点也不怂。我道：黄总，您是鞋王，我跟谢哥说了，看您能不能搞个中国皮鞋网，把鞋业这个产业都包含进去。未来是互联网的时代，您在现实中是鞋王，在互联网上也要开始着力打造鞋王的品牌。黄海山连连摆手道：陈老弟，你跟我扯什么鞋王啊？我搞这么多事儿，就是一句话，兄弟们太多了，都要吃饭，都要成家，都要泡妞，都要挥霍，所以我搞来搞去，就搞出了18个牌子出来。大陆这边26个厂，东南亚还有10几个厂。你说我半截入土的人，脑子里想的就是吃喝玩乐，要这么多厂干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兄弟们的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我老了，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我们这一辈人就搞这么一些笨办法。我自己去买鞋，进市场会挑选，我纯想，如果这些牌子都是我的，顾客不管怎么选都选我的鞋子，这生意是不是就能做开呢？我道：您这是天才的想法，有想法的人很多，但是真能干成的很少。黄总您干成了。黄海山嘿嘿的笑道：未来是怎么样根本不知道，尤其是这个互联网兴起来了，我觉得传统的一套可能都不行了，不过我也不想管了，精力有限。还有，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今年都55岁了，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，要管让谢老弟他们去管，让你陈老弟去管。我一听黄海山这席话，对这个老家伙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什么叫画饼？老谢这就是画饼的最高境界。他好像一直都是感叹人生，但是跟他出生入死的这些兄弟们听了这样的感叹作何感想？那肯定拼命的干啊。实际上老黄也的确是大方，大陆这一边送了5、6家工厂出去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一个打工仔出来打工，得到老板赏识并重用，最后干得应是出色，老板干脆把厂都送给你了，这样的老板值不值得追随？这样的老板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老板？我感觉得到老谢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忠心和忠诚，甚至包括郑小军那都是两眼放光的，但是我心里平静的很。老黄搞的这一套其实不新颖，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。他送厂的目的其实为了不送，因为只有他送了厂，别人都知道他老黄所言不虚，只要跟着他干，干得好前途无量。但是他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前途兑现，这只是他驾驭人的手段和方式而已。他就通过这种方式驾驭了很大一帮子人，这就是他的团队。现在新兴的互联网行业，老板给员工期权股份，其实也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演变而来的，只是黄老板搞得更江湖一些，打着义字的旗号，团结的恰就是像老谢这种，还有郑小军这种人。他们这种人并非这个社会的高智商群体，但是他们这个群体最大的优点是干实踏实，有商人的精明和勤劳。做鞋子生意其实不用太高的智商，需要的恰就是精明和勤劳。我能看清楚这些东西，但是不妨碍我对老头的佩服，这老家伙是真有东西啊。黄总，您不感兴趣，这事儿就不谈了，我不跟谢哥谈这个，他搞不好。我们喝酒侃大山。我顿了顿，道：黄总，您说的话我都认同，尤其是说未来是我们的这句话，我太赞同了。但是年轻人首先要讲继承，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先，其实强调的就是继承，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，更不会有创新。所以黄总，我虽然不是你手底下干活的兄弟，但是您还是要不吝的教诲我，您能做成鞋王，本事肯定是1等1的高，我继承您1成的本事，然后再与时俱进的创造发挥1成，有这2成，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应该够了。黄海山哈哈大笑，跟陈老弟聊得开心，来喝酒。对了，别一口一个黄总的叫，以后叫大哥、黄大哥，我也要沾沾你们年轻人的阳刚劲儿，不怕老弟笑话。最近女色都进的少，年纪大了，小兄弟不争气，瞪眼干着急啊，哈哈。黄海山口无遮拦，这话一说，惹得他旁边的郑小军满脸通红，可是这个女人的身子却又贴黄海山近了一些，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，用纸巾擦颈部呢。郑小军道：我去车上拿酒去，我看你们还不够。郑小军一走，谢明军的那股骚劲上头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蓝色小药丸，道：大哥，这玩意真不吃吹的，你试一试嘛，今天保证你振雄风。谢明军瞟了一眼我这边，道：陈老弟，反正这样啊，待会儿我们还去老地方，黄哥今天来了，场子我们3兄弟就包圆了，也没有什么中意说了，反正就是嗨好为止。我一口水从嘴里喷了出来，忍不住道：谢哥，我送你一句话，这世界上不见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，你何必这么跟自己标劲过不去呢？你看看我黄哥，他为什么不磕这玩意儿？人家砸了钱是去享受的，小兄弟不争气，那就抓一把钱，让哪个姐妹来点真功夫，这才是玩。像你这个玩法儿，
自己身体豁出去了，把人家姐们搞得嗨得很，回头你还要付钱破费，这究竟是你玩还是姐们在玩呢？黄海山哈哈大笑，老家伙眼泪都笑出来了，他把酒杯端起来道：陈老弟，你别跟老谢说这些，你没听过对牛弹琴这话吗？你跟一个老黄牛讲这些，他听得明白吗？哈哈，我感觉得出来，黄海山对我感官不错。郑小军说，我和他可能离得最近，我想跟老谢比，跟郑小军比可能是的。